太阳公公出来，来，快点来，不要客气。不一样。昨天我看到她老公拉着一个女人。人们常说要了解当地文化风俗，就要去逛当地的菜市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去逛竹东菜市场，泡了温泉，睡了一夜好觉。众人一进菜市场，就像打了补针，可兴奋了。4片，都要这么大片吗？我也有小片的。不一样，因为是它有那个甘草。新竹竹东是洋溢客家文化气息的客家小镇，也是台湾人口第2大镇，居民以客家人为主，也有原住民泰雅族、赛夏族居住。竹东菜市场已有58年历史，是全台最大的客家市集，拥有约480摊位，生鲜蔬果、饰品百货、一品古董应有尽有。都一样价，今天下一样价，要不然每都是150、180，今天老板说价一样价。客家庄麻薯、饭团蛋饼、白斩鹅、德春号梅菜干、客家酱、拿铁、戚风蛋糕琳琅满目，新鲜的水果、白玉苦瓜，卖相漂亮的干粮。我介绍我们台湾的就是1、2、3这3个字。谁的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没关系，试看看，没关系，没有买没关系，没有买没有。客家果品，艾草果、豆瓣酱、香喷喷的羊肉，人人大有斩获。他买笋干，他买梅菜干，连姜也不放过。当然，在地水果一定要买，莲雾、柿子、番石榴3大样是母女摊主极力推荐。之后南下新竹参观魏家柿饼工厂，一路鲜花引路，开得艳丽茂密的9重阁，艺术的柿子。欢迎新加坡的各位嘉宾。刘老板迎了上来，亲自讲解。这家100年工厂坚持以古法制作柿饼，主要有3种：石柿、牛心柿和笔柿。石柿是新竹的独特品种，个子较小，果皮厚，肉质硬，最适合制作柿饼。牛心柿形状如牛心，比较大颗饱满，性寒味甘，可润肺止咳，柿霜能治喉痛。笔柿形状如笔头，是从日本引进的新品种。石柿与牛心柿采收期相近，产期从9月到11月，笔柿采收期较晚，从9月到隔年1月。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要吃柿子还得做早操，唱口诀歌。太阳公公出来，太阳公公晒一晒，酒酱风儿吹一吹，才要炭火烤一烤，再来帮他捏一捏，事事如意，耶！还要 DIY 柿饼呢。来来，快点来，不要客气，来。不要客气。上来。那你看看，是假的，真的。看一下，有哦。对，要排这样哦，哈，排这样。很香。对。DIY 在一片嘻哈声中结束。参观制作工厂，只见员工熟练地用机器刨去柿子皮，再用削皮刀清除干净。然后将捏扁的柿子装上竹盘，逐渐晒干。最后成了我们熟悉的柿饼了。
试吃时，多数人都觉得比是味道最浓郁可口，如吃冰淇淋买的也最多。不要order太多，3种就好，3种给你们选。我要那种。哪3种？当然是石柿、牛心柿和比柿了。有点入味，然后把这个捞起来。午餐在苗栗南庄桂花园乡村会馆品尝道地客家菜。这里是客家庄，餐厅美得像花园，厕所指示牌别有意思，男厕叫相爷，女厕叫侍女，男的可做一回宰相，女的就当相国夫人或相府千金了。昨天我看到她老公拉着一个女人，哎呀，男人嘛。之后逛南庄老街，我们从老街尾端的洗衫坑逛起，这里是妇女的情报站。过去南庄妇女在这条条的洗衣板上洗衣、洗碗、杀鸡、宰鸭、煎打嘴鼓，一边洗衣一边闲聊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。老街在南庄乡的一条小巷内，当地最夯的伴手礼就是特产桂花酿，因此又称桂花巷。你帮他看桂花，喝过了。啊，一杯。必尝的小吃美食有猪笼板、狗姜粽、桂花冰镇汤圆、桂花梅、擂茶、卤豆干、客家菜等。要喝茶吗？吃饼啊，好吃哦。老板，那桂花茶、桂花酿哦，来帮忙喝一下。好喝。太多都是咸的，要带一包吗？艾特这一套花盆好漂亮，爱不释手。460个，一个89。啊，一个89。对，我现在批发价一个89。外面的话，如果你有看到人家卖99，那也是我们寄给他的。哦，好的，那现在没办法决定了。赞啊！哇，3块，3块。我就觉得他们的人家气质。太美了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对，就怕砸烂。里面这样跟你包。好。他在。上坡，可爱的壁画。果然是大美女。一幅转角遇到爱，让人回味读老夫子漫画的日子。曲曲折折的山路是取景的好去处。老街的南庄老邮局有100年历史，占卜开运，苦命者免费。俗话说，歹命爱算命，苦命者有福了。永昌宫的雕饰很有特色，可惜无法进去仔细欣赏。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景点——苗栗三义乡龙腾断桥。这座断桥见证了2次大地震，真是桥坚强。1935年4月21日清晨，台湾中部大地震，震央在关刀山附近三义地区受灾惨重，巍峨的山线铁路龙溪桥完全震毁。地震后，当局在原桥西侧另建新桥，一下拱形桥柱挺立在烈日风霜里，供后人凭吊。1999年9月21日，断桥再次遭受921大地震的无情摧残，由北端算起，第5桥墩半残拱口2次被震断。我们参观的就是北断桥。龙腾断桥除了深具古朴之美，它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。龙腾就称鱼藤坪，相传先民在开垦初时，鲤鱼潭有鲤鱼精危害地方，乡民苦不堪言。
为了对付鲤鱼精作怪，村民在龙腾山区遍植鱼藤，又将东面的高山称为关刀山，用意是即关刀斩鱼藤，以毒杀鲤鱼精。据说鱼怪从此不再危害，村民得以安居乐业。二战后，村民认为鱼藤不雅，改名为龙腾。下一站是台中野生动物保护区高美湿地。高美湿地前身为高美海水浴场，随着台中港的启用，海水浴场泥沙日渐淤积，游客渐渐稀少，不得已宣告关闭。但也因为泥沙的堆积，造就了今天生态丰富的高美湿地。高美湿地位于清水大甲溪出海口，面积约700公顷，相当于700个足球场大小，是台湾少数几处雁鸭集体繁殖区之一。栖息的鸟类多达120余种，为重要的生态保育区，是喜好赏鸟人士的新兴观赏线，也是沼泽生物的观赏地方，例如大潭涂鱼、多种招潮蟹、样子逗趣的和尚蟹等等。正如高美湿地旅游服务中心的图片显示，这里也是看夕阳的绝佳地点。可惜的是，我们赶到时，阴雨绵绵，大人们有的穿雨衣，有的撑伞，小孩子更被裹得厚实的，但小孩才不管湿地美景，也不管风雨，只顾玩他的。夕阳看不到，大弹涂鱼只看到2个大塑像。那一只在动，哪一只啊？一只、2只那边，3只、4只啊在动，那这也在动哦。啊，那边有2只小的哦，5哦。有来，龙动出来，快给你。雨虽不大，但风不小，大家只能匆匆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，意思意思。把没味道的，这个好吧？丝瓜，好，给你看，好的，谢谢。